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4年4月3日，我们从全球媒体资源和独家专家分析中为您带来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实时通讯。这是今天的独家见解。即使是毛泽东时代，浙江个体私营经济一直都存在。第二个方面就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原因或者浙江发展道路的看法。一、改革开放以前，浙江是东海前线，时刻准备打仗，国家投资是空白，经济落后。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浙江和全国所有的地方一样，或者说甚至比某些地方更困难。它的条件，它的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不好的，政策环境条件不好，交通不便，没有资源等等。二、浙江有个特点，就是个体私营经济在极左的年代也没有灭绝，很多地方是灭绝了。像在70年代的时候，最极左的年代里边，浙江省金华市还有一个自由市场，农民会把自己的吃不完的粮食或者花生等等的经济作物，他会拿来卖，还有倒卖粮票、布票等票证，有这么一个市场。当然政府也管控也在抓，但是始终屡禁不绝，从来没有断掉。自由市场、自由经济、个体经济一直没有灭绝。到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经济发展、商业经济的发展就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像金华市在火车站附近一条街，不夜城，24小时不关门，主要是做过路人的生意。与此相比，80年代中期到北京去，我惊奇地发现北京的国营商店中午是关门的，还要去午睡，中午就关门了，不营业了。然后饭店到了下午7点，他们要下班了，而且服务员、营业员对顾客凶得很，你去买东西他很不耐烦。作为浙江人，我简直不敢相信，民风的差异非常巨大。浙江已经是大家都是已经热火朝天的赚钱了，人家还在午睡。就像现在6度世界都已经中国要闻也出来了，有声书也搞了几十本，许多人只是调戏一下 AI， 还在想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有用，还在疑惑，人家就是早早的就跑到前面去了。浙江个体私营经济一直都存在，我70年代中学毕业，那时候没有工作，曾经到一个小集体工厂当学徒。小集体是原先的小业主，比如他自己是打铁的，自己开一个铺，现在不允许你个人经营了，然后这些个体经营者组织到一起就可以，你们自己的生意赚的钱还是归你自己，名义上是一个集体企业。当时小集体在许多地方已经被消灭了，但浙江的个体经济一直都存在。浙江人，浙江经济系列之7。本文作者野风，浙江研究学者。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于4月5日至7日访华。路透社，据中国外交部称，欧盟委员会主席沃尔苏拉·冯德莱恩和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将于4月5日至7日访问中国。上周，冯德莱恩表示，欧洲需要在外交和经济上与中国降低风险，中国在国内变得更加压制，在国外变得更加自信。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愿同欧盟一道，以此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挖掘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潜力，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欧盟和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冲突，从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到近年来涉嫌侵犯人权的行为。然而，北京仍然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冯德莱恩将于4月5日与马克龙共进工作午餐，讨论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到能源领域等问题，以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联席会议的准备工作。油价上涨，欧佩克先发制人。纽约时报，沙特阿拉伯最近宣布，作为旨在支持石油市场稳定的预防措施，它将每天削减50万桶石油产量。该公告出乎意料，其直接结果是油价飙升。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涨幅高达 8%， 随后回升至 5% 左右，至每桶84美元左右。这一决定可能被视为对全球遏制通胀努力的威胁，也是对拜登政府的挑战。然而，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阿卜杜勒阿吉兹·本·萨勒曼亲王仍决心保持高价，
可能在每桶$90的范围内。从下个月开始，沙特的消息和欧佩克主要产油国宣布的减产将使每天减少超过100万桶，约占全球石油供应的1%。高级官员将在反腐行动中接管中国足协。南华早报。随着中国领导层试图打击体育领域的腐败，中国足协 CFA 被置于一组高级体育官员的控制之下。此前，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副主席杜兆才因涉嫌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实际上是涉嫌腐败。该小组包括曾任北京首都体育大学校长的作家兼教育学教授李迎川，以及其他几位高级官员。国家体育总局负责监督和规范中国的体育活动，并参与筹划冬季奥运会等大型国际赛事。在外交政策上，拜登的直觉是他的向导。华盛顿邮报。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文章将美国总统乔·拜登的外交政策描述为以直觉和经验为指导，而不是笼统的理论或千篇一律的原则。尽管他明确表示在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的全球斗争中站在民主国家一边。这篇文章基于对白宫助手、政府官员、前拜登幕僚、国会议员和专家的采访。鉴于现在控制众议院的众议院共和党人可能会竭尽全力阻止他的国内议程，拜登第3年任期的大部分时间可能会集中在外交政策上。拜登已经排好了2023年的繁忙日程，包括前往日本、澳大利亚、欧洲、印度和非洲的旅行。独家：俄罗斯在印度石油交易中转向迪拜基准。消息人士，路透社。据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称，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印度石油公司已同意使用以亚洲为重点的迪拜原油基准向印度运送俄罗斯石油。上周宣布的这项交易是俄罗斯石油公司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地缘政治格局不断变化后，将石油销售转向亚洲的一部分。由于运费高于欧洲，印度炼油厂过去很少购买俄罗斯石油。尽管如此，乌拉尔的价格已跌至历史低点。近几个月来，俄罗斯曾以此价格取代伊拉克，成为该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更大的交易量以及从布伦特原油价格向迪拜原油价格的转变表明，俄罗斯和印度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俄罗斯石油公司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它正在将其贸易从欧洲转向亚洲，主要是印度和中国。胡润连续第5年将贵州茅台评为中国最具价值品牌。南华早报。在上海上市的贵州茅台连续第5年被胡润品牌评为中国最具价值品牌。这家白酒制造商的价值相当于榜单上接下来6个品牌的总价值，包括微信的母公司腾讯、京东和字节跳动的抖音。利用经济数据和消费者调查衡量品牌价值的胡润发现，62%的上榜公司是由私营部门创建的，高于去年的61%和10年前的39%。品牌排名显示，尽管经济不景气、流行病压力和市场动荡，但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仍然很高，尤其是对中国白酒的信任度。前300名品牌的价值下降了14%，至7亿元人民币，1.07万亿美元，而前100名的进入门槛已降至135亿元人民币，比上一年减少20亿元。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2022年销售额接近腾讯水平。南华早报。根据 The Information 看到的该公司备忘录，字节跳动2022年的收入超过800亿美元，比2021年增长超过30%。在 TikTok 和抖音取得成功后，其增长与腾讯相当。尽管全球经济衰退和其他担忧的风险增加，特别是在数据访问方面，但字节跳动的业务证明具有弹性。TikTok 和抖音从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吸取广告支出的原因是，更具成本意识的营销人员将注意力转向增长更快的视频服务。字节跳动的2位数利润率高于亚马逊和 Meta Platforms 等全球互联网领导者。尽管有可能在印度禁止或关闭流行的 TikTok， 尤其是在美国，由于对中国访问收集的数据的担忧，印度实现了增长。马克龙是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影响中国的最佳选择。日经亚洲，一些欧洲领导人认为，中国可以作为俄罗斯的中间人来解决乌克兰危机。随着乌克兰局势变得更加危险，欧洲领导人面临着寻找解决办法的压力。然而，西欧领导人一直不愿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并开始将中国视为解决问题的伙伴。中国小心翼翼地避免在乌克兰冲突中选边站队，一些人认为他或许可以利用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缓和局势。
此外，中国有兴趣维护该地区的稳定，其经济增长依赖于俄罗斯的能源供应。随着欧洲继续向俄罗斯施压，欧洲领导人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以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接触，对欧洲领导人来说非常重要。中方对日本芯片出口限制不满，发言人路透社：中国对日本对半导体制造设备实施出口管制表示不满，该限制影响了23种设备。此前，日本将其技术贸易管制与美国保持一致，旨在遏制中国制造先进芯片的能力。中方希望日方恪守此前的合作表态，秉持公正立场。中国银行在全球银行业危机中关注风险管理。路透社：据中国央行附属杂志《中国金融》称，中国最大的银行应该采取更严格的风险管理措施，并对宏观经济变化更加警惕。中国建设银行信贷管理部谢小雪的评论是在本月早些时候美国银行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倒闭之后发表的。中国最大的5家银行的高管最近表示，尽管他们强调需要管理信贷、流动性和市场风险，但银行对全球银行业危机的风险敞口有限。我们准备好谈判。马来西亚对南海谈判持开放态度，总理说。南华早报：马来西亚总理表示，马来西亚准备就南海争端与中国进行谈判。由于马来西亚在该地区有能源勘探项目，安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北京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每年通过价值约3万亿美元的船运贸易。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台湾和越南都有一些重叠的主张。近年来，中国船只经过或徘徊在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的业务附近，引发了马来西亚的抗议。中国通过其地图上的 U 型9段线，宣称对南海约 90% 的海域拥有主权。2016年，一项北京不承认的国际仲裁裁决宣布这条线无效。中国对美光的调查推动了中国芯片公司股票上涨，投资者押注国家支持。南华早报：中国的芯片股因对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的调查而飙升。追踪上海和深圳半导体相关股票的指数上涨 3.9%， 连续第4个交易日，推动沪深300指数上涨 0.9%。内存芯片制造商深圳开发科技和中央处理器制造商军政半导体分别上涨 10% 和 13%， 设计师 DoSilicon 上涨 14.7%。分析人士表示，调查推动了中国在该行业实现自力更生的努力，为其半导体公司铺平了道路。在香港上市的中芯国际股价上涨 2.6% 至 19.08 港元和 2.42 美元。中国最高互联网监管机构计划对美光进行网络安全审查，以保障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供应链安全。中国警告高级银行家深化打击腐败。彭博社：至少6家大型国有银行的高管被警告说，中国银行业的整顿远未结束，因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官员在前银行召集他们开会。刘连葛因涉嫌严重违法被正式立案调查。自2月下旬以来，已有20多名金融高管因腐败问题受到调查或处罚。明星银行家华兴资本董事长包凡在近2个月前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尽管去年声称取得了初步成功，但最新的警告增加了习近平主席的反腐运动正在获得势头的观点的可信度。华兴资本以交易撮合者失踪为由推迟公布业绩。日经亚洲：华兴控股在其董事包宝凡被当局带走后，推迟发布年度业绩并暂停股票交易。审计人员不愿在无法联系到包先生的情况下签署财务业绩，这促使华兴资本暂停交易，直到他获释。包凡与美团点评和大众点评等领先科技公司的关系让他备受瞩目。最初宣布他失踪的消息导致该行股价下跌多达 50%。该银行曾表示，发布经审计的结果对于恢复交易是必要的，但补充说，他现在正在考虑在未来拆分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角色。尽管宣布了这一消息，但中国当局仍未就包的下落发表任何声明。该银行的股价今年仍下跌了约 10%。中国3月新屋销售大幅上升。路透社：受14个主要城市，通常被称为1线、2线和3线城市的一系列支持政策的推动，中国3月份的新房销售环比飙升 55.7%。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2月份的增幅超过了 31.9%。
最近的刺激政策旨在防止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支柱的中国房地产业在整个2021年在各种金融危机的重压下崩溃。房地产开发商的股票在这一消息的推动下上涨了 2.4%。尽管最近几周该行业出现了一些逐步复苏，但自去年北京取消严格的零开围的政策后，越来越多的购房者重返市场。一些地方政府继续放宽房地产限制，以支持购房者并解决该行业的问题。该独立研究机构的另一项调查发现，中国100个城市的新房价格正以9个月来最快的速度上涨。马林的失败对芬兰和欧洲意味着什么？金融时报，尽管桑纳·马林是欧洲最受欢迎的总理之一，但社会民主党在芬兰大选中排名第3，在200个议会中获得43个席位。马林因其进步的观点，对乌克兰的大力支持，并成功争取芬兰加入北约。然而，他对芬兰国内经济的处理最终失败了。他们投票时考虑的是臃肿的国债。马林的右翼反对者承诺减少政府开支，他们赢得了选举。随着欧洲大陆的通货膨胀困境持续，生活成本成为波兰即将举行的大选竞选活动的重要主题，这可能会给欧洲其他左翼领导人带来民意调查的教训。与此同时，黑山以可观的优势选出了中间派总统雅科夫·米拉托维奇，保加利亚也举行了2年来的第5次议会选举。出口民意调查显示，中间派与中右翼党之间的结果势均力敌。随着欧洲国家面临经济危机，获胜方将面临创造繁荣经济的挑战，同时还要应对民众提出的社会挑战。中国私营企业在开发可重复使用火箭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南华早报，北京天兵科技已将第一枚私人拥有的液体推进剂火箭天龙2号送入太空。天兵也被称为太空先锋，以获得资金开发比其新轨道结构更大的可重复使用运载工具。可重复使用的物品更有效地降低了太空任务的成本。中国已经看到商业太空公司激增，以支持其雄心壮志。该国目前在太空中运行着400多颗卫星。其最新的5年计划2021-25包括一项任务，即建立一个用于通信、遥感和导航的轨道技术综合网络。中国的港口主导地位破坏了西方放松贸易关系的目标。金融时报，考虑到中国在港口、交通基础设施和制造能力方面的投资，希望将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其他亚洲国家的西方公司可能难以放松与中国的关系。超过 80% 的货物是通过船舶运输的，由于中美紧张局势加剧，西方公司已拨款将其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然而，航运业人士警告说，亚洲其他国家也将不得不投资港口基础设施来处理推动世界贸易的巨型集装箱船，否则西方国家将难以有效地将业务迁出中国。这是由于北京在基础设施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从2016年到2021年，中国至少在沿海港口基础设施上投资了400亿美元，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领导者。大型船舶约占东亚和欧洲之间服务航运能力的2/3。尽管如此，尽管中国有76个港口码头能够支持运载超过14000个20英尺集装箱的大型船舶，但其他亚洲国家只有31个。中国如何赢得非洲锂资源的竞争？金融时报，锂是汽车电池的关键原材料，全球对锂的争夺导致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矿产冷战。中国目前在许多对能源转型至关重要的矿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例如钴、锂和稀土金属。然而，到2030年，电动汽车的快速普及预计将推动锂需求增长近5倍。这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以及西方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引发了人们对关键矿产供应的担忧。欧盟和越来越多的美国州计划到2035年停止销售汽油和柴油汽车，这个最后期限几乎没有时间来发现优质的锂矿床，并将其开发为持续生产。中国对全球工业供应链的参与正在显着扩大，包括炼油能力的发展。在类似设施在欧洲或非洲本土投入运营之前，中国仍将是非洲锂的主要客户。中国在炼油厂开发建设方面的领先地位引起了西方的担忧，西方正准备斥资数千亿美元追赶。英国承诺提高审查交易方式的透明度。金融时报，英国政府发誓要提高旗舰安全立法运作的透明度，使部长们能够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交易。
预计政府将更新有关国家安全和投资法的指南，以向企业提供更多信息，了解交易需要接受审查时的预期结果。还透露了与公司举行圆桌会议的计划。负责监督该法案的内阁办公室大臣奥利弗·道登表示，他希望与企业接触，以传达英国现在并且应该继续对商业和投资开放的信息。自该立法于2022年初生效以来，已对约800笔交易进行了审查，其中10笔交易需要补救措施，其中5笔被阻止或取消。顾问们抱怨说，投资安全部门没有向交易撮合者提供非正式或早期的指导，而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正是这样做的。顾问们还批评该过程缺乏透明度，该过程为企业跟踪交易进度提供的功能有限，并且仅提供有关调查结果和补救措施的基本披露。随着中国日益强大，台湾紧紧抓住其罕见的外交朋友。金融时报，危地马拉总统亚里杭德罗·古马泰伊最近以军事荣誉欢迎台湾总统蔡英文，赞扬两国之间兄弟情谊和民主价值观的历史纽带。古马泰伊说，这次访问让我们重新承认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并补充说，面对中国不懈的扰乱和孤立该国的运动，这种关系让人松了一口气。危地马拉和伯利兹是台湾最忠诚的外交盟友，紧随北京最近洪都拉斯从台湾转向中国之后。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台湾外交官称，他们真正想要的不是更多的援助，而是贸易和投资，但台湾很难提供，因为台湾公司不能被迫在危地马拉或伯利兹投资。台湾的一些外交盟友希望吸引台湾科技公司的投资或获得援助以建立芯片制造能力，这是台湾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行业。本书《习近平的权力》和他的执行官全面分析了习近平的权力结构，深入探讨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军队和经济的巩固控制，并探索了他实施的系统性变革。该书详细介绍了习近平的人事布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聚焦中国最有权势和最重要职位的26个人，让读者清晰地了解中国未来高层政治的走向。可在亚马逊上以 Kindle 电子书和平装本格式以及多种语言获得。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关键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根据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提供易于访问且具有重要价值的信息。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https://6.world